看过高达的人应该都知道，面具男永远是每一部里和高达、卫星大炮、质量兵器同等重要的经典元素。面具一戴，六亲不认，马上就让人感觉对方是红色有角3倍速了。其实现实世界的战争中同样有不少人佩戴面具，那么他们佩戴面具是为了什么呢？这些面具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世界各地的遗迹中都出土过不少或是青铜或是钢铁打造的面具，这些面具往往突出一个厚实耐造，论起颜值还不一定很高。这是因为在战场上戴面具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的理由，大家佩戴面具的根本出发点有一个算一个，都离不开保命这条基本准则。毕竟打人不打脸，骂人不骂娘，脸作为一个人身上最容易被攻击的部位，布满了脆弱的感知器官，一旦脸上挂彩伤及眼口鼻，那10有8九是重伤。以古代的医疗条件，赶紧交代后事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管你是贵族老爷还是一般的大头兵，只要家庭条件允许，搞一个铁面具戴上战场，其实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毕竟命嘛，大家都只有一条，爱惜点准没错。戴张面具就全当给自己买了份保险。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战斗的激烈程度和武器装备的发展都像打了激素一样飞速发展。枪林弹雨这个词从夸张的说法逐渐变成了战场的真实写照，哪怕你只是个一般通过的战场摸鱼杂兵，被不明流弹飞矢爆头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这种情况下，拿铁面具保护脸部就更加普及了。唐代的吐蕃军队就已经开始使用一只周身鞘2目的盔甲，到两宋时期，少数民族的巨装骑兵更是武装到牙齿。金国铁浮屠的头盔就是指鹿双目，在装甲覆盖率上做到极限，来保护骑手的安全。到了明代，铁面具更是追加到了护喉，在防护面积上又提升了一个台阶。要说历史上有名的战场面具男，除了临阵披发戴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的狄青以外，莫过于北齐名将兰陵王高长恭了。只不过他戴面具的理由，在我们这些矮矬穷看来，多少有些奢侈。据说兰陵王戴面具是因为苦恼于自己长相过于俊美，超高的颜值导致他与其说是缺少威慑力，不如说成了战场魅魔。于是他每次上战场必定会佩戴恶鬼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真容。这个如今已经真假难断的说法，几乎成了高长恭身上最著名的故事，以至于很多人不了解他的战功，不了解他最后因为功高震主惨遭赐死，但唯独记得这人是一个颜值超神的战场面具男这件事儿。高长恭还因为在金庸城下攻打北周的军队勇冠3军，北齐人都称颂他的勇壮，为此创作舞蹈来效仿他指挥刺击的姿态，那便是兰陵王入阵曲。不过在官方形象的宣传上，兰陵王一直不是很受待见，与段绍、胡律光的名将地位得到来自唐宋两朝朝廷官方的认可不同，高长恭并未获得这种配享入祀的待遇，其形象宣传主要依靠兰陵王入阵曲为载体而进行。虽然高长恭本人一直受到打压，最终遭到镇杀，但是从其死后受到追赠太尉谥号忠武来看，其死亡并不是被当作犯上作乱的逆臣而被执行。不过兰陵王入阵曲在流传到唐朝中期时逐渐变得娱乐化，失去舞乐色彩，成为软舞。因此唐玄宗李隆基定其非正声，下诏禁演，此后便在大陆渐渐失传。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当时随遣唐使传入日本的兰陵王入阵曲保留了几分真实面貌。日本古代5月5的赛马节会、7月7的相扑节会、射箭大赛等庆祝胜利时都要反复演奏此曲，日本人将其视为正统的雅乐，格外珍视。如今河北邯郸兰陵王墓的文物人员曾在1986年通过日本专家找回此曲，使其重归故里。1992年9月6日，也就是该曲问世1428年后，在邯郸市组织下，日本奈良大学教授立志侃一等人率领的雅乐团在磁县兰陵王墓前供奉演出了此曲。既然说到了日本，那就不得不提一提日本武将在战场上佩戴的面具。由于日本长期处在武家政治之下，所以甲胄刀剑这些武士阶级的象征也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其中就有不少用于面部的护具，这些保护脸面的护具统称为面颊。这里面分出了不少种类，其中最接地气、平民款，也是造型最为清爽的一款，名叫额当，其实也就是火影忍者里常见的护额。额当完全放弃了对五官的保护，核心思想突出一个不被爆头就是胜利，简陋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丝赌命的无奈气息。比额当稍微高级一点的款式叫半手，它比额当额外多保护到了两边的脸颊，一般由铁或者皮革打造。火影忍者里暗部的大和佩戴的就是一款美化后的半手。半手还有一种反向版本，名叫半夹，他放弃了保护额头，转而去覆盖脸颊和下巴。一般选择这种面具的人，可能都是佩戴得起头盔、有一定家底的武士了。日式的都本身自带对额头的保护，所以他们转而去开始防护下巴。如果说以上这些都只能算是平民款，那么接下来就轮到重量级的登场了。首先就是木下夹，这应该是在日本武将中最受欢迎的一款，也是大家最常见的。所谓日本武士鬼面具，各种作品里武田信玄、本多忠胜等名将都有佩戴。这种面具直接覆盖了鼻子、嘴巴，一直包裹到了下巴处，一般嘴巴会开口，便于在战场上呼吸或者发声。同时大部分还会在下巴上开一个名叫汗流的小洞，给面具捂出的满脸臭汗一个去处，省得捂久了剩一下巴痱子，到时候可就样衰了。木下夹配合头盔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防护面具，这样高覆盖面积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让敌人无法确认我方大将的长相。这样一来，如果真的兵败跑路，找个人戴上自己的头盔面具，还能起到分散追兵的作用。不过既然是奢侈款了，那在兼顾防御效果的同时，总得有些别的附加值，来显得自己性价比更高。所以大部分木下夹造型往往做得非常狰狞或者威猛。日本的兵法书《战斗经》有云：利杀不如计杀，计杀不如气杀。这可不是说让你搞毒气去杀人，而是讲究从气势上压倒敌人，这也是面具得到广泛应用的思想背景。所以木下夹也就诞生出非常多的怪异造型。除了常见的用来增加威严、吓唬对手的烈士夹、龙武夹和御家夹以外，比如用动物毛发模拟胡须的老人夹、长鼻子的天狗夹、笑夹、圆夹，甚至还有美人夹，总有一款适合杀人如麻又爱打扮的你。最后还有一种名为总面的面具，其实这才是日式面具里的防御巅峰，直接覆盖全脸。只不过总面再加上保护脖颈的锤的重量，防御性虽好，但对于驰骋战场的武将来说还是多有不便，所以使用者一直不多。一般只有在本丸督战掌控全局的大名，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才会佩戴这样的面具。反而是到了江户时代以后，说了这么多好像都是东方的面具，其实也不是西方没人戴，而是欧洲战场上大部分时间里对于面部的防护都顺道集成在头盔上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各种铁桶。那么这么多战场面具中，你最喜欢哪一款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